比特币假突破收针之后，下一个交易机会在哪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直接从日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呢，它正突破趋势线过后呢，我们可以证实啊，它就是一个假的突破。那我们用磁铁来把这条趋势线呢给描绘出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突破之后呢，它立刻又跌了回来啊。那我认为这个突破它就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我们在此处呢，它出现了一个假的突破。那这个假的突破啊，或者说我们目前呢所收的这一根阴线啊，它会不会是一个多单平仓的情况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如果说多单平仓的话呢，它涨的并不会是这样子哦。你可以看啊，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前面的案例，像我们当时呢在这个位置哦，即使它收了针，它后续还是持续向上的。那当时这根针呢，我相信就是多头平仓所导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我们在行情快速拉升的时候，你可以看我们在这根多头平仓之前呢，我们过去啊是往上猛烈拉升了36个百分点哦，36个百分点哦。那我们都没有任何回调，涨了36%，这个时候呢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多头大幅的盈利。那这些大幅盈利的多头呢，他会想出场，所以当他们出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卖出平多，卖出平多，它是一股卖出的力量嘛，就会导致盘面它往下收针下跌，而且它通常呢这种很快速的下跌收针呢，它都是出现在猛烈的上涨过后的。那不过你可以看到啊，这种多头的平仓呢，它不会导致我们趋势的终结，它随后呢还是继续向上。我们收完针，调整完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向上。那反之亦然。如果说是空头的行情呢，也就是空头啊，在移动很快的时候，产生了大幅的空头盈利，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会想平仓吗？或者说，他们看到有大幅盈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急着平仓。那他们平仓，空头平仓是买入平空，买入平空就是一股买入的力量嘛，上涨，所以他就收了很长的下影线。那你可以看到啊，虽然说我们收了下影线之后，它确实产生了震荡，没错，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大幅的反弹，我们随后呢一样是继续的下跌的行情啊。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呢，它就是空头平仓的表现。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只要跌得很快，基本上只要跌得很快，涨得很快，我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确实它出现了反弹，没错，但我依然认为这个是空头平仓的情况。空头平仓收针之后呢，有小幅的震荡上涨，那随后它一样是继续下跌，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收针就出现反弹，甚至是行情的反转了。但我认为我们此处的情况呢，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看我们收的这根针呢，它的前提是在我们的涨幅啊，它还没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涨幅并不是很多，但我们的跌幅呢，收针的位置啊，它却吃掉了很大一部分的涨幅啊，甚至把我们上涨最猛烈的这一段呢，全部都给吃掉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一般的这种，不管是多头平仓、多头大幅盈利平仓，或者是空头大幅盈利平仓呢，我们都不会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此处呢，它就不是一个因为多头大幅获利而平仓导致的这种杀多头，或者说杀这种高杠杆的行情。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供应的表现，实打实的供应。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我们这根柱子出来之后，它也发现了非常非常大的阴线，这根阴线呢比过去的所有阳线都要来得更大，比我们在这个震荡区的所有阳线都要来得更大。那可见空头的力量呢是无比强劲的，非常强劲。我们从趋势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突破之后，我们之前有谈到一个观点是，如果说趋势线被突破了，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要到年底，我们才能见到比特币它有机会来跌破25000了。但我们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假的突破，所以我们原本的这个推论呢，它就可以被暂时的推翻了，就是我们依然有机会呢，以比较快的速度就跌破25000。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回到4小时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它在前高的位置有一定的支撑，其实在这里产生支撑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换手嘛。你可以看在这个位置有支撑，然后我们回来变成阻力，这很正常。不过我们在这里产生支撑呢，就并不代表我们现在的行情呢，空头它就显得弱势了。我认为并没有的，甚至我个人呢，如果说我们再往下破的话，然后回测我们在27300、27400的位置，我甚至会考虑做一张空单。那原因我们会再等一下为大家很详细的说明。其实昨天就有朋友有问到
在直播的时候就有问到说，那如果说这个行情啊，我们再回来27500，它能不能做多呢？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不行的。如果说突破的话，趋势线突破，它就要义无反顾的上去。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要看到是连续的实体部分很长的、量能很大的阳柱上去。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突破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值得追的突破了。就不管它是不是假突破，它就是一个不值得追的突破。所以回来这个位置呢，我个人是不会再去选择接多回来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再去加仓多单了。我的多单已经平仓掉了，那大家可以看，目前呢是不持有任何的仓位的。那其实这单呢，我们依然是盈利的，只不过呢，盈利的没有像之前浮盈的这么多。那如果说大家也想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这个仓位呢是真实的仓位，也就是你只要盈利，你是可以直接把你赚的钱跟你当时入金的钱，你可以全部提走的。那你输了也没关系，这只是赠送的仓位。Big Get 现在只要 KYC 就会赠送你$20的体验金。因为现在 Big Guy 也要全面 KYC 才能做交易了。好，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其实令我最不安的，或者说我个人认为呢，最有利于空头的一个证据是它上涨跟下跌的这个组成的浪形我们现在呢已经走成了下跌的时候，它是五浪的，下跌的时候是五浪这个确实是挺可怕的。我们来看一下五浪呢，我们用波浪把它给很明确的画出来这个是1，然后呢2、3、4、5。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走成的是下跌是攻击浪嘛，反而是上涨是回调浪那我们在相同级别的呢，我们会产生，当然会产生 A、B、C 的回调嘛 ，A、B、C 的调整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就在走 A、B、C 的调整当然已经走完了我们这根很有可能就预示它已经走完了。级别呢，我们都画的一样粗，粗细对我来说就是它的时间顺序嘛。OK，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这个 C 点它可以被确认的话呢，这个 C 浪的终点呢，它可以被确认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极有可能再走一个五浪，而且我们这个五浪它会是起始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C 点C 浪的终点也会是我们下一个五浪的起始点当然，你说这个波浪能跌到哪，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重的就是结构嘛。它目前结构来看呢，它也是比较有利于空头的。为什么说我们反弹是走三浪？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确认它就是一个 C 浪的终点的话呢，那我认为我们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时机。我们接下来可以把握接下来的五浪那这个五浪的浪型呢，或者说下跌的级别呢，会跟我们前面所出现的一样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又走出五浪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一个跌破25000的行情了。那我们可以接下来仔细观察一下但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对跌破它是有时间的限制的，有时间的要求的。我们在过去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走了54、55天。那我们在下面呢，我认为也要在54、55天之内呢就要跌破。那如果我们这么一拉，大约在10月中旬之前呢，就一定要下破25000。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会对于空头呢渐渐不利。那我们看一下日历，现在是10月初嘛，其实离10月中旬呢就只剩下10几天的一个时间了。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出现了好的空头机会的话，我会入场的，但我会以时间作为我的止损的方式只要时间到了还没有跌破，那我就会出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其实它走的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而且它的利多呢已经出尽了。就是以太坊的期货 ETF 嘛，期货 ETF 第一天的交易量很低迷，我相信大家期待的并不是期货的 ETF， 期待的呢都是现货的 ETF， 尤其我们要看比特币的现货 ETF 呢能不能通过。那这个新闻呢，我们在早上的影片呢也有很清晰的为各位讲解了。那如果说做空的话呢，以太坊会是我个人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标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包括标普500。标普500呢，它跌破了一个头肩，跌破头肩回撤颈线不过之后呢，我相信后面就是一个空头行情或者说我们比较走空，比较走空，比较面向空头的行情。那如果说要再走多头的话呢，我们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DXY 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在周线上它连续的这几根阳线连续的几根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从第一根到现在呢，我们是走了77天11根柱子，11周连11周阳当然呢 ，DXY 它是根据美国的基本面的，我们从技术分析确实意义不大，但是呢，我们一样可以标示压力支撑的互换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的突破了。那我们接下来
很有可能呢就是往上走。当然了，DXY 它走的跟比特币是一个反向的相关关系嘛，也就是 DXY 它越涨呢，比特币它就越难走强，它就比较会下跌。所以这两个因素呢，都是对于比特币比较不利的因素。非常欢迎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